just the way I always wanted. 더 바랄것도 없어. 지금 이대로면 좋아. 따스한 별빛이. 欢迎大家过得好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是端午节连假的这个周末，然后我现在在猜到在哪里？现在在民生社区，然后今天呢是想要带大家来看看，在民生社区我会无限回放的爱店。其实要拍这个主题之前呢，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想说这些都是我真的平常就会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会去的店，然后我也很怕介绍出来之后呢，我就要排队，但没关系，我们都在这，所以就走吧。民生社区一直都是台北市一个我很喜欢的区域，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元素，有些地方很台湾味，有些地方又有一点日本的感觉，然后有些小角落呢又觉得非常的欧洲。那这个也跟民生社区它的一些历史当然有关系。它在1960、70年代的时候呢，比较像是一个示范型的社区，所以当时它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社区当作想象在规划街区的。所以这个地方有规定，当时有规定，每一个街区呢都必须要有一个公园，就是在那个巷子哈，墙壁旁边那几棵树，大概有10棵，每一棵树那个树枝都是连在一起。那第一个地方要推荐的呢是代记凉面，这里绝对是我心目中凉面的第1名。然后我最爱的是它的榨菜肉丝凉面，它是一个从早餐时间就开的店，那中午呢基本上只到1点半2点，那如果有些东西卖完就会提早就没有了。所以像是它的榨菜，还有像是它的肉骨汤，都是有可能晚到就没有的东西哦。它的榨菜非常清爽，也不会过咸，所以在吃的时候呢，并不会觉得榨菜味太重，抢掉了凉面的味道。再来是这一间 All Day Roasting Company， 它不只在民生社区这边有店，它在天母也有店，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民生社区这一间。很喜欢的就是它一进门的这一个空间，有点半户外，坐在这边还可以感受到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那今天点的呢是西西里咖啡，不会过酸，然后整个上面的绵密的 foam 跟底下的咖啡融合得非常好。去的这一天非常的热，所以喝一杯这个超级消暑的。然后在这个区域，我很喜欢在这边用电脑或是放空思考一些事情，都是很棒的哦。再来这一间香港大排档，这一间也是
如果想吃一点点港式，但也不想要味道太重太油腻的时候，就会来这一间。老板是香港人。你幫我睇下，11有份魚筋細未上啊。然後這間店在民生社區已經非常非常久了。一個炸兩，辣味飯，一個麻雞飯，這樣就好了。有時候很喜歡看他們點餐的菜單上面怎麼寫，然後來猜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覺得很有趣。每次來的必點就是這個炸兩，它就是有點像是腸粉，但是是包油條。油條通常不會是脆口的感覺，但是我覺得它跟外面的這個粉皮的搭配是非常的協調。再來呢，這邊的招牌是這種圓中飯，今天點的是它的招牌，就是它的燒臘的辣味圓中飯。那這種飯因為它是現蒸的，所以通常點這個都要等大概15-20分鐘。然後它的臘肉是屬於油脂感比較濃厚的。Partner 點的是這個滑雞飯，我們本來以為滑雞會有蛋，不過這邊的是沒有蛋的哦。在民生社區呢，如果我有想要飯後來一點點小甜點，又不要太多太 heavy 的話呢，有時候紅豆餅就是我的第一首選。那這邊的口味也很簡單，就是紅豆奶油，還有這個雙餡，就是紅豆加奶油。還可以聽到它表面的皮是有一點點脆度的，然後裡面的餡真的超級超級滿。而且呢，如果說台灣人對甜點的稱讚就是不會太甜的話，那這個紅豆餅絕對可以獲得這個稱讚。再來是這個 Clip Coffee， 這間店其實它算是蠻新的，應該開幕可能才不到2年。那這間店就是通常不會那麼擠，但店面小小的，很溫馨很可愛。然後我覺得咖啡的價格也算是 fair。那在這間店呢，其實還跟這間店有一個可愛的小故事，就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的錢包掉在這間店，然後就收到了附近的警察局通知，就是說這間店有幫我把我的錢包送到警察局，所以呢，最後我的錢包失而復得。我那時候錢包掉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我錢包掉了，所以非常感謝那一次幫我把錢包送去警察局的人，還有那時候的警察先生。謝謝。最後是這一間韓國之家，這間店呢，對於我來說，它就是我如果平常或是平常日的週末，然後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想要喝點湯，要點辣辣的，這絕對是我第一首選。這裡呢，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它就是非常適合家庭啊，一些日常的聚餐，可能不太適合朋友約在這邊聚餐，所以通常來這邊的客人也都是感覺得到，他們應該就是一些住在附近的人。老闆是韓國人，所以我覺得口味上就是非常簡單的韓式家庭料理，然後白飯是在旁邊自取的。
吃过了韩国之家这个大豆腐锅之后呢，我应该再也没有去吃过百货公司美食街的豆腐堡。然后这一次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这一家也应该是我最纠结要不要放进来的一家，因为这家真的是我的心头好啊。海鲜煎饼里面的料还蛮丰富的，有章鱼也有虾，所以我觉得用料很实在，而且这一片蛮大的。那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都不会让我觉得吃到油耗味或是过油很腻的感觉。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想要推荐大家的民生社区我无限回访的爱店。大家如果有自己喜欢民生社区的店呢，也可以底下留言推荐给我。那这次没有放进来的还包括像是这个台南的意面，那当然还有这间很红的六丁目咖啡店，我也去过了很多次。那如果你们心中还有其他在民生社区必踩或者是好奇不知道好不好吃的店，都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